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拜访啦，是一家早期在2000年的时候在做这个 CCTV 安全监控的厂商，但是他那时候拼不过那些规模经济的大厂，什么优客生态那些的，后来转型做这个那个极度客制化的这个内视镜的市场。它的市场特别，它是专门做客制化的。如果你的客人提出说，我要做一个很小的镜头，然后很前景深。他如果觉得这市场不错，他帮你免费帮你开案，就算买1台2台也可以啊。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客人如果最后只买1台2台，那你这样怎么赚钱？他说还是会赚钱啊。我们今天就要聊聊他的这个生意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啊。那他存活到现在，你看哦，早期的这些安全监控的这些厂商，什么优客那些都已经挂掉了，但是他还活着，而且他还是成为目前最火红AI 的这些的供应商。好像那个 NVIDIA 好像也有找过他买过东西啊。你看机器人上面的这个眼睛要极度高度客制化，也是找他们买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介绍这家公司。那我也认识这家老板，已经认识了大概也是17、18年了。从早期的我卖 IC 给他，到现在已经成为朋友了。那么我今天要跟他好好的聊聊这个他的创业的一些想法，以及分享他的一些生意的模式。就是这一位，这就是沈阳的头家啦。嗨，你好。你看他在做啥？以前就卖蔬菜卖蔬菜，蔬菜买卖对哦。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镜头，不要闲聊就好。无你较早你是几年开始做这些摄影机？82年，民国82年。我记得就看到你搞过，你是做那个安全监控嘛，对吧？搁做蔬菜，我听拢无啦，那初期的话，当然是10年的经验做蔬菜嘛。那蔬菜的话是刚好那个时候 surveillance 的话是空窗期嘛，那时候是 Vidicom camera，类比的，当然那时候都是类比的，那时候数位真的是很少，少之又少。你看这竞争对手有什么优客什么华哥这种，他们可能是比较心脏比较强吧，技术上可能也还 OK， 所以起伏比较大。那我们就是那个比较稳健的营运嘛，也不要冲太快嘛，冲太快就是风险你有啥不爱做安全监控那种？我看后来的话，大陆市场成长，那个竞争的话，以量取胜的话，并不是台湾可以生存的条件。即摆拢翘起啊，翘几斤我嘛唔知。拢翘起拢翘起那现在台湾做监控嘛，讲谁呀？都死掉了，GG了。真的吗？真的啊。我是没有在外面跑。如果看那优科已经，看那四川路有无？我知。四川路尾佫搬来这边。立德街就要变间公司变什么？反正都已经人事已非了。人事已非。无紧啊，谈起来就好啊。就收起来咯。那谈起来我是一个人生的经验嘛。我是想讲，较早你跟你聊天，你甲我讲，你较早是拼袂过因，所以你较转型做这种细片的 camera 哟。应该是讲拼袂过这个市场，量化的市场规模经济的市场规模经济的市场因为我们体质可能不太合适嘛，对吧？什么是规模经济的？讲一个东西就是大量的卖，1K、2K、3K 就有大量的市场，接单都要100台以上或是接单的话，希望这个型号可以卖1K、10K 的竞争的市场嘛，就规模经济就可以 cost down 很低这样子，对，那就变袂过伊，变袂过，所以我们的话就是以少量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客人的问题啦，这重点啦。我听说你人客甲你讲，一个阿伯甲你讲，我要这个镜头要前景深，要创你小小去甲开模甲开迄镜头你来啊没？是安尼你敢会趁钱？这
我是讲实在，你做商言商啊，你是要讲台语，要讲国语？拢袂使啊，讲台语较紧啊。国语嘛会使。讲台语好哦，系啊。讲台语哦。对啊。哦，台语这个专有名词啊，无啥。那个台语混英文啊，混什么这小泰国话也可以啊，拢会使。对啊。这个哈，这个就是我们要先有规划，先有幻想。市场大概需要什么？大概就好。大概就是有风险的定义咯。对。所以没有风险的事项的话，就不见得会有那个比较好的未来性。哦。没有风险就是所谓的 me too 就没有风险了。了解。13比13高嘛。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讲你人可以好，你就你 marketing 同款的。它有这个东西，就表示说，在这个市场真的是有这件事情的存在。那也许搞这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产品，搞不好也可以10个里面中个2个，也就对啊，就是这样，本来就这样啊。风险的话就不可能100%来100%会得到 profit 的，对吗？那边问谈来做工啊。对啦，然后你即摆好险那时候转型啦。你即摆你做迄什么量大的规模经济迄种的，你就搞不好就是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本来就是被逼的，边缘化了，被逼到边缘化，然后就是自己看能不能尝试嘛，尝试走出一条路啊。也不见得你走的路就会很顺啊。你听讲你现在的卡梅拉最骄傲是什么？最小的多小？上细坑。最骄傲哈。上细坑，我想讲上细坑的好。上细坑的应该是做到比一支针较细吧。一支针哦，一支针是偌大？一支针就差不多1.0 mm diameter 啊。哦，这么厉？1.0 diameter 啊。对嘛？圆的四角的1.0的时候，甲圆的1.0无同款。这边要安怎焊接？焊接哦。对啊。焊接嘛是爱突破嘛。你是人工焊接啊？人工焊接。靠呀，这边有焊接。这变技术的，这歹讲的。那个是最小的嘛？最小的。那还有做到什么？那个什么？还有什么更厉害的？我觉得就是有冲突的特性，才会有市场。所谓冲突的特性就是你嘛要小，那就要解析度高，或是你要解析度高，又要薄，都是互相冲突的。对，互相冲突的。我觉得冲突的话是一个商机啊。那这样说好了，你家因为你那个刚才说那个很小的跟那个针一样的那个摄像头嘛，对，那它解析度是多少？解析度的话也是随着市场那个就比 VGA 更低吧，我猜啦。更低，对，没错。那早期的话是200×200，就是4万像素。因为这个已经很小了嘛，就是这样。对。那现在的话已经增长4倍了。从4万变成16万。好，那这样说啊，我们做 HD 的 720P 的就，基本上是720P 多少？上细720P 差不多。你若讲完整的 size 差不多3嘛想到了，3 mm。那就是 4K 的呀。但是现在1080P 也到3.7而已啊。我甲我摕你的镜头去拍片，有一个人就甲我讲，这个镜头是谁的？我就讲你搞的。就是我拍。懂。对啊。所以即嘛1080P 一定我就做到迄个3.7 mm。3.7很小嘞。对啊。然后厚度的话UVC 的。UVC。即嘛要做安怎个嘛无问题。UVC 是你即嘛是迄后壁甲 UVC 还是头前就 UVC 哦？后壁才 UVC 啊。头前到中是一个迄数位讯号传过来的哦。对。后壁较转 UVC 出去安尼。对。你这段年偌长？这段即马的技术能力3到5米应该没问题。有3到5米 digital 的。digital。
digital 啊，对，3到5米 digital，对，啊，你线面特别爱改，线，对啊，线就是要去研究啊。迄但是你或是搞买一台机器的话，上千万那下不了手。你到有无？啊，你到有无？这补能来换，啊，不好了。哦。你到底啥呢？他就缺什么东西他就买什么，哎，缺无尘室就弄缺无尘室，缺什么就补什么。最好是缺钱可以搞一台印钞机什么快一点。无idea 哈，想说反其道而行。什么叫反其道而行？像 CVBS 市场是算没有的嘛，比较少了嘛。对，以前可能90%还是100%。所以现在回头走 CVBS。我现在规划，而且规划因为for fun也可以啦，就是说好玩的，把 CVBS 呢变小，都它是一个。CVBS 现在要做到5mm 以下的话，你很简单啊，你有个数位有诶 UVC 有无？那个一个转板转个 HDMI 来噻 CVBS 啊，你接的啊。我就是讲你内行就是安尼。对，就好啊。我就是讲你内行就是安尼。对啊，你头前你就专门做好你迄digital 迄 UVC 就好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安尼，我的意思就是讲甲这个 sensor MIPI 甲转换信号以后。再吐出这个 analog 信号，直接吐出 analog。对，那 analog 信号就可以做那个 HD 信号的转换，或者是 AHD 大陆的格式。对啊 ，HD 不是大陆的 ，HD TVI 国际性的 AHD 呢？对啊 ，HD 安控的 HHD 嘛，对吧 ？HD 啊 ，PVI、TVI， 对，就那些嘛 ，CVI、4种嘛，但是 PVI 很少 ，AHD、TVI、CVI 嘛，对啊，对，我忘记了，因为太久没碰了，我都忘记了，反正忘记了，都忘记了。我都知道，那就 HDMI。你有活动力足强。无啦，哪有活动力？我们也要生活嘛。我私底下来观察，你活动力足强嘛，你是我的偶像。我什么偶像？我们就是做转换器的嘛。我们又没有办法做响，就只能做一些更古怪的东西嘛。做古怪的人家就抄嘛。抄再做更怪的东西，就这样子啊，他们也没办法。但是怪的东西就是市场小，所以就是这个宿命。对啊，你要做古怪的东西。做冲突性的东西，那就宿命。就你较早咱较早做UVC 截取卡，较早做那是几颗 IC， 4、5颗那边串来串去。对，你现在一颗中国大陆合肥微电一粒2109，然后一颗而且以前在弄的时候是，你每一个 IC 都要任你去调整，对，每一个 IC 厂都要跟他抠来抠去，他不见会鸟你，对，现在一颗搞定。你都变垃圾卖，截取卡咧外口一粒人民币15块啊，10块嘛，迄比扁拢较俗，你知啊？对啊，为什么甲伊算？所以你迄个市场无在你经营噶。没办法，就是你经营就是迄个呢。那现在就是走品牌市场嘛，就是你以前呢是站在制造商的角度去思维的，就是说，我很屌，我怎样，就是我一定要独创。可是我们是在这个后端的这个销售，就是走品牌思维。对，就是说你要想想，有一些品牌，你们以技术观点看，干那这能赶快，干老师这能不能赶快？我现在也别看贵看小，你的品牌价值嘛，人家会相信你品牌，就是因为要相信你，所以你就可以，你有你的应有的利润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每天坦白说也很难卖，但是这个有危机就是有转机啊，对，你讲那几辆。他把 UVC 变弄几粒嘛的UVC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很多更多整合性的东西了。UVC 弄几粒，我听无呢。你较早要做 HDMI 截取卡，毋是爱 HDMI R 叉，搁一个 scaler，搁一个 UVC bridge，搁一个 audio，上无那4粒，这样变几粒嘛的，变一颗整合度就很高了。你可以做一些，你如果只是单纯做截取卡的话，你就变成 Me Too 了。你可以做一些更多变化性高的东西。比如说，你即摆 UVC 我要骗你来对不？你可以先把它转成 HDMI，然后转成 HDMI 之后再接个分配器，然后再接2颗那个中国大陆那2颗，你就变成 UVC bridge，UVC 的 splitter，UVC 的分配器，对，因为它中间那边串来串去，你以前这样搞的话，可能要串
超多的 IC，那你现在弄一弄的话，你就变成就3颗4颗就2-3颗就可以搞定了。啊，你这就是一个用它的 IC， 但是做不是街区卡的东西，就是一个创新呐，创新。对，有咖喱感。这 UVC 的 split 很少啊。做这个忘了啊，我做。哦，那是古怪的东西，就是古怪，而且一般，但是这个市场，当然我们是没有去发现到了哈。那个是因为真的是很少会用到。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做系统、做系统，你比如用那些北电脑，对，我们要测试这2台电脑的 performance 有没有一样。你要控制变音嘛？比如说我摄像头、摄影机，我都要同时接到这2只，然后同一个变音之下，我们去测2台机器的这个效能，效果怎么样？可能这时候就要用到了。所以很多之前有来背，都是那些什么 sensor 的厂商啊，或者他们要做工程实验，要不然就是些很古怪的应用，要不然就是双直播啊，所以这个就是市场小。超小的，超小就是宿命。对啊，摊卖种卖肥5卖4。我无你，就是坦白我无你迄卡层，所以我就做这种。讲的卡层就歹听。没啦，老他 YT 言论是自由的，言论自由，当然在讲。就是我无迄卡层，所以我就是尽量都是做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太敢做太多，因为限制条件就是资金的问题嘛。所以很多脑袋有想法，但是不见得会实现。资金的问题倒是真的。这个所以你要经营一个企业要成功可以生存下来的话有很多条件，当然不是资金，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条件。我的实务上的操作是这样，比如说我这个案子我有赚钱。对，那我会开发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我会想说，这个案子我就是赔钱，我就是就算赔钱我也不会怎么样，就是这不我跟你讲的嘛，自死地而干走啊，自死地而，但是这个东西它死掉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对，所以我会去搞它，所以它就算是死了，我也是玩，对，就像我这摆有做什么卡拉 OK 转换器，对，那是做好耍的。这什么物件？卡拉 OK 转换器啊，我做的。卡拉 OK 转换器，你也是我算的，我再给你一个 idea。不是啊，就是比如讲你这个手机啊，对不？你下开把迄 YouTube 上面的那个歌曲，然后传到这上面，对，你可以接麦克风，对。但是以前你想想，你要专接麦克风，你可能要搞一个什么放大器干嘛的？安排啊。现在都不用啊，就直接就接进来之后，然后你再接一个。大陆的这个很便宜，声卡这个乐色，自己30块人民币啊，俩30块俩，你也可以麦克风，你就把它接在这边，对不？然后最后它的声音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那个 line up， 声音出来就接给他，对，然后麦克风经过处理完再回丢给他，消音了，再丢给他，然后这边 HDMI 出来就可以接电视，就不用那什么放大器，所以就是一些，反正是当初也是好玩呐。就是 HDMI， 所以你这个重点来讲 Mixer， 是没有错啊，重点是 Mixer 啊，所以我卖也是卖 Mixer 啊，那很好，而且我还可以做笔电的 Mixer 也可以啊，我知道你所有声音的 Mixer 都可以啦，手机的 Mixer 也可以，安卓 iPhone Mixer， 然后那个，像讲你今嘛搁在做迄，跟机器人 AI 有关的啊。AI 的话，我们做影像的话，大概是提供模组嘛，那模组的话，现在。也是一样啊，水很深啊。为什么他要找你？为啥要找你？我讲我是人客对吧？为啥要找你？我较好配合啊。我做一台了5万，我会使做。就是讲你客制化一种。比如我讲那个这个我要客制化一个什么，镜头是多大的，然后又怎样的？对。你都可以配合他。对，都配合。我要10台啊，你要做。要10台就无要紧啊，做一台了5万，若做10台了10万啊，哪有去？10万就了会起啊，对无？后壁10万咱可能后壁会赚。对啦。希望嘛，因为后壁要赚的是咱的动力啊。10台中2台。对啊，10台卖讲中2台。10个案子中2个案子。我这里有一个故事是讲得很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10台对不对？卖出去了，亏2万，那后续的话，他如果再买第2次的话，我们可能赚1万。重点是一般厂商说，我不确定我会跟你买第2单啊，也许我只会买第1单而已啊。
你讲的没错，我们就认了嘛，但是我会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当 A 的客人有需要的时候，B 的客人也有机会。哦。当我开发完这个的时候，B 的客人我们可能可以 support 他嘛。了解。因为技术上有提升了嘛。可是这都很多问题耶，像你们在做的话，它有一些那种数位晶片的那些参数要调整。哇，那多了呀。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ISP 里面很多参数要调整。这个变，这是跟你那个，现在它是数位，但是可以导到你刚刚讲的那个类比啊，水很深。对。因为变化百万个参数，百万个条件，那你可以面面俱到吗？没错。不可能啊。像我这边讲像那个 AI 他们做的那个摄影机嘛，它都是 MIPI 的界面，是不是？对 AI 大部分都是 MIPI 的，但是我现在还搞不懂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 MIPI 跟 DVP？ DVP 是 Digital Video Port，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太久我没有碰。但是现在90%的话可能是 MIPI，那 DVP 为什么会有人用？它的用途在哪里？我现在在探讨。我们就算讲 MIPI 好了，MIPI 也不是个标准格式，你卖给他，他不见得安装得上去，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东西。MIPI 你要点亮它是等于1买1的嘛，就是 case by case 的。这个客人要针对他去弄嘛。对。这很累耶。我昨天得到一个新的那个 know how 的技术能力，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 RGB 吗？一般来讲，一般的 user 是讲 RGB 嘛，对嘛？那我们探讨到 CMOS 里面的 Pixel 里面的话是 RGB 嘛。来，现在有个新的技术呢。有什么技术？叫 RCCG 或是 RCCB。它的那个 sensor 上面的那个 coding 那个 Bear 的话就是它可以彩色黑白共用。对，我这个 sensor 一般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彩色的话就是彩色的 sensor。然后 pure 的话就是 pure 的这个黑白的 sensor，对吗？对。然后它这个 sensor 的话就是两种可以用，两种都可以用。所以就是这你看嘛，进步就是会这样的，这展现出一些需求。然后又可以简化，然后又可以达到目的，那这个需求的话就是，讲白话一点的话就是，不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看，机器看。你那 sensor 后边那 ISP 都处理得了？那差不多啦，那差不多嘛。差不多。因为你头前是来源不同，后面处理是几乎是。但是它的 color space 不同款的。那不一样啊，就是你。这个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 RGB 是正常东西进来，我把它的正常调好，对吗？那这个 RCCG 的东西的话，就是你给我不正常的东西嘛，但是我尽量把你调好，对吗？那就是可以凸显一些那个特性出来，有特征出来，有 IC 后端厂商跟你配合吗？晶片上，厂商的话基本上。目前我们可以自行调制的话，是慢慢摸索嘛，因为这个新的概念，要不然你之前会有这个概念吗？你有 RGB 而已嘛，你有 RCCB。坦白说，我很久没有碰 sensor 这一块。对啊，就是新的。我跟你讲，我也是刚刚才碰到，我没有这个概念。台湾有 sensor 在卖？有。像那个 OV 啊、Onsemi 他们都有这些东西啦。那没办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元件、新的技术、新的概念。是这些的话，就是要应用到 AI 嘛。因为 AI 就是它是机器人在看的，不是人看的。对，它是机器人，不是给人看的。机器人的眼睛这样。对吧？所以这也是新的领域啊。所以我看因为那天我本来那时候在做一个什么，我上次跟你讲，我做一个 MIPI 什么 UVC 转 MIPI 嘛。UVC 转 MIPI。对啊。你这个怪胎呢？因为有很多人就是 MIPI 要接原本嘛，然后我的想法是比较偷懒，就是想说像什么逻辑摄影机，就先做实验可以用嘛，就是初期可以先用
现有既有的摄像头，然后就可以做实验这样。哎，你这个不是车子开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再开回来？这我不懂，我不懂这个 idea， 就是有市场吗？有人问啊，有人问，因为有些工程师他就是懒，他初期边做实验群，他不想要从头跟你买 MIPI， 跟你搞了2个月3个月嘛，对，他一开始可以先用逻辑先实验看看啊，画质会 delay 会怎样，反正我先看到画面就好了。我看到画面之后，我再说啊，我要这样画面再去跟你定做嘛，我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完整，它不是最终产品，它是一个中间过渡，它跟你沟通过渡的产品啊。他不会拿这个去量产，他就是拿什么既有的摄影机，我懂，做完实验，然后再把这样的数字说啊，我的镜头就是要这样子，要怎样，他有个具体的东西可以跟你们沟通。哇，这个市场，这个假设它是一个市场的话，它没有市场，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它没有市场，我真的想不出来。因为为什么这样想？是因为市面上连一点搞头都，因为那个我个人觉得是连一点搞头都没有。我是觉得没搞头啊，可是他就是你就是做出你至少关键字啊。啊，对，UVC 找 MIPI， 对啊，我知道他不会卖，但是他有关键字啊。你网络上 UVC to MIPI， 不管怎样就会到我这边来了嘛。哦，新的 idea 就到你这边来。对，那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因为那个做那个 NVIDIA 的那个开发平台啊，他们有一些人是用 HDR to MIPI。HDR to MIPI， 它就是接 GoPro。哦，我知道。GoPro 的摄影机，那既然可以接 GoPro 摄影机，那为什么不能接逻辑摄影机？我的当初的想法是这样的，不错，对，就是从那边 copy 过来的 idea， 对 ，idea 是从，你看人家是 HDMI 转 MIPI， 对，你是 UVC 转 MIPI， 对，那一样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转。所以你刚才 challenge 说啊，为什么 Webcam 那么怎样，一样的道理要去 challenge GoPro 为什么可以这样当？对，就这一样的道理嘛，对，我知道这东西不是一个最终的产品，也就是一个。做实验，因为学校老师嘛，在做实验啊，被冲啊，一种重点是还有个关键字啊，那也不用花我成本，反正都有啦。最近啊，接触到一个案子啊，他是说，量那个血糖计啊，血糖啊不用侵入性的量测，那是在20-20年前呢就有这个技术了，但是呢，有这个技术呢，但是当时的技术。不成熟，所以当技术成熟的时候，可以把旧的思维再拿出来让它死灰复燃。它是非侵入式的东西。非侵入式，那个我几年前我就看展看过了。我跟你讲，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反正有 NDA 的事情可能。哦，没关系，也不能讲太多，反正就是有这个技术，有这个东西，而且跟那个都不相干的。OK， 跟什么量脉搏、量什么都不相干的。没有，那时候是在展览有看过，是说他这样弄，他可以验出生理的一些数值。那个。它这个 know-how 的话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如果在网络上听说你是可以查得到的哦，而且这个技术以现在，因为我跟他谈过，他这个成功率的话，我觉得是还算蛮高的。那奇怪，人家有坐你，你怎么是参展？你没有参展的，你那有坐你？可能咱较 friendly 嘛，对吧？不是啊，重点是我怎么知道你？世界这么大，我怎么知道你？你也没有参展，你什么都没有。搞不好跟你的思维一样啊。反正 UVC 转 MIPI 的话，就会到你这边来，对吗？那我现在如果是mini 或是 ultra mini 的 compact size 的 camera 就到你这边来，那就可以。玩法都一样。那也可以的方法一样啊。条条大路学很多嘞，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把你那套卡梅拉那一套玩法来玩到这边。你看，人家要不要请我喝咖啡，对吧？我再告诉你一个那个真实的案子，就刚刚讲那个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我已经 study 哦，至少我已经 study 1年了，我想做这个东西，结果我想了1年以后呢，当然找厂商 support 嘛，要配合嘛，要支援嘛，然后搞不好我的厂商也没办法支援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厂商还要再去找别的厂商支援我，对吗？third party 啊，third party，那后来当然是有支援到了，但是这个是
1年前我就发想啊，对吧？1年后的话，刚好有客人就问到这个东西，但是东西呢，我根本还没有 kick off，还没有开始做，但是我就已经谈到差不多啦，那客人问了我就做啦，对吧？别人卖的价钱呢，当时如果是这个产品呢，以 PC Cam 来讲的话，是往300块就有啊，代表啊，代表啊，但是咱可能要卖300块美金啦，对吧？但是卖300块美金，哇，看起来真好呢，结果接第一张单是亏钱的，亏10几万了。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是客制化嘛，对吧？亏就亏10几万了。但是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当时出来的话，刚好把这张单把它 ending 掉，结束了。亏钱，对吧？但是呢，那当时的良率呢太低了，良率只有5%，对5%，然后就在投入这个良率的改善嘛，可能开1000万嘛，对吧？我开1000万，开1000万啊！那是美金还是代表？美金还是代表啦。再来美金就迄个休困啊，偷退一万。所以呢，这能力个提升了呢，我就过来就是，因为我教伊有解决嘛，解决他的问题嘛。那后来就有后续的。都是同一个客人吗？哇，这个客人的话，现在整个 global 的市场很大，所以这个客人的话也会，假设那 group 是很大的话，这个 department 就换到别的 department 都会介绍嘛。跳槽也会？不，对啊，跳槽也会啊。对。那公司的部门不一样也会啊，那公司集团跟集团的那个也会啊，对吗？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反正到结论的话，只能以服务啦，口碑啦。我们答应不到的话，就不要答应客人，就大家一起努力嘛。那接下来的话就要把它完成嘛，这是目标嘛。所以那个案子现在的话就是很持续啊。就是以前虽然是鸟调，可是现在就又火起来了。他没有说以前就是鸟调，不是这个意思。他以前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就看到这个市场，然后我们对这个市场去努力，然后解决客人的问题。所以要赚钱的话，就是说，第一个观念是，我们赔得起嘛。对。那赔得起的话，就会冒一点风险。对。然后解决客人的问题。他后续就会有单。了解。对吧？那你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没错。就没有单啊！这就是你的，我讲说实话，你本身你的资本也要有一点啦。对的，这个倒是。比如说我常举个例嘛，比如说假设我公司资本是3000万好了，我总共有3000块，那如果这个案子是100万，我可以玩。对。假设这样，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对我来讲是500万，我可能就会不想玩了。对。但是这种事情套到你这边的话又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爸爸还可以玩，所以你讲这个，如果讲道理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的话，就是体质问题。对，但是有一个逻辑不会变。对，创新。早就跟你讲了，做人也袂道理就来做。对，就是这句话没有错。就是这句话你超人家逼的。你做完之后，你要先考虑说这个案子如果死掉，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对，如果不会，你就去干了。所以啊，最近在那个。网页上看到就是说，你敢冒险的话，你是赢人家99%了。敢冒险的，这是什么叫冒险？冒险程度有别啊，对不对？就是各种参数的条件不一样，也不能随便冒险嘛。冒险也会冲动型的，鲁莽啊。我可以这样解释吗？比如说有一个狼铁，他拿一个别人做出来的摄影机，他跟你说，你帮我跟他做一模一样，cost down，这种你会不会做？我不会做，这种不会做，一模一样我不会做。对，如果说有一点差别，对，有用到我们里面一点点的
特性，对，那我可能会做。但是就是刚才讲那种是完全不会做，就是拿别人东西叫你去 cost down， 跟他一模一样，这不是你的体质吗？不是我的体质。我们会问他说，你跟他买就好了，为什么要找我们？对吧？同样道理，有人会不会拿你的摄像头，摕去绑监工，把这生养给 cost down 一个？这嘛是有机会啦，这嘛是有机会。这你也不会怪你啊，管不了嘛，对不对？这个我来讲有一句话啊，管不对代志你莫管啊，你讲管得对，管不对，对吧？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啊，市场就这样啊。因为很好玩，最近常常有一些在脸书上面外国人啊，他在询问一些我的一些转换器，他就会丢一些照片给我看，对，什么内窥镜的照片，已经有了，一看才感觉是你折的呀。我问你是不是跟那家买的，就是民苏米买的？他说对，他说怎么一看就知道，因为这一看就不是那种规模经济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有点你们公司的那种调调，对不对？对对。很奇怪，很多欧洲人都跟你买了。对，没错。很多欧洲哦，欧洲、美国的市场在欧洲的话，可能会占40%-50%吧。对，美国差不多20-30%，对，日本基本上遇到都是欧洲的。就是就奇怪，你那不就是很奇怪，就是你也没有参展，不像人家什么鸿海啊、什么广达那档在参展，你不用参展，你可以这样子，你在先起来啉咖啡啦，啉咖啡精神好，你可以喝一辈子了，那个咖啡可以喝，对啊，就很厉害。这很厉害，这要怎么讲？很厉害也是要跟习性公司的特性要有点关系嘛。不是第一个观念就看到赚钱，赚钱是动力，赚钱是解决客人的问题是解决完之后钱就会进来了啦。对，因为你好像10几年都没有参过展哦。我没有。你最早有没有参过展？有，几年的时候？2000几？我差不多民国80，因为你总是做个1-2年嘛，1-2年，民国82年开始，这是82年到88年好了，民国嘛，这个比较有参展了。然后我总共参展可能不会超过10次哦。而且你也业务就合作，你也没有业务出国过哦，都是 inside sales 对不对？对。都是在网络上接单这样子。对。你也交期要往后，正常的品相。交期就歹讲的啊。交期吼，正常的啊。较闹气的，讲一台接1年搁咧做。有上紧的无？正常。上紧的，即摆讲等下就好啊。上紧的。对吧？假设下个100台正常单那种已经搞过了这样。1个月吗？你可以这样问啦，但是我没办法这样回答，因为东西很难去定义啊。你讲台嘛，我这个一台，你看我说这个一台我做一年交期要1年，做不出来，对吧？其他是讲我即摆这一台，一工呢，得搁做1000台嘛，对吧？像以前做过那个一个25000台25000台，对吧？可能要做3个月啦，品质佫袂稳定啦，对吧？我甲研究的3礼拜就甲砍少伊嘛是，对吧？做的品质佫稳定，咱研究佫无讲安怎，那就是你要去优化它的产线的制程嘛。因为我觉得你的客人都是比较好咖的，我所谓好咖就是说他懂得你的这个应该是讲游戏规则还是怎样的？好咖变怎讲？好咖不是讲咱也爱好配合嘛，你才有好咖的条件嘛。因为我说我们相对于不好咖，就是说有一些客人其实他一直问你讲，他就话者 cost down 话者，那种就是我认为定义的是不好咖，就是干啥无跟你卖米啊，你跟你开始你 cost down， 你是什么？我讲一个故事一下，所以有时候像你这种突发奇想也不错哈，就是说像我的话，我就是自己开发一个镜头哈，是特别的，别人都不喜欢做的，我录迄个镜头要录只要300几万，代表300几万，对不？我做我现在即摆卖几台？几台？顶天一个客户甲我卖10粒，买10粒，
我家己做10000粒，啊，我咧去后尾加尾10粒的时阵，我去做5000粒，因为规家佫无共款啦。迄个问题免改啦，迄个问题免改，吼，啊，干那改内底迄个 ARI 啊安尼尔吼。所以呢，伊加买10粒，我去买5000粒，啊，这是冒险啊，对吧？哎，啊，即马就是希望嘛，希望这个案子呢可以无人命嘛，对吧？啊，当时要无人命，你敢知影？你加买啊吼，你是今仔加买，我后日甲你问，后礼拜甲你问，你也不会吵我。因为啊，这个评估没那么快。我觉得有点像是评估没那么快，要不讲过来1个月。我觉得那个有点像那个人，有点像是孙悟空，你就是如来佛。反正你怎么搞都是我的手掌心，对不对？不是，咱干嘛这个东西有这个市场的潜在嘛，所以你得取舍嘛，这几台要取舍嘛。我这90%我不要，我10%就好。对。啊，10%也要适应我们的体质啊。对啊，对吧？我的体质可以做10%的，你迄个鸿海 Apple 还是讲迄个乾隆这种Sony大厂，规模经济的，它可以做得到10吗？其实我教一点观念就是讲，不见得一定要搞量大的东西。你在这个niche的世界里，也可以玩出一片天地这样子啊。就是要有。我感觉是讲，人生也一样啊。适合你的体质，做你的事情就好。对吧？啊，你不能好高骛远啊，对吧？我有100块，我要做1万块的代志。对。我有100万，我要做10个的代志，要好高骛远。我有100万，我能做50万的代志，一般是安尼。对。哦，啊，但是咱的体质个性格吼，搁较保守。一般若是讲，我若有100万哦，我能做30万、40万的代志，安尼。对。就是袂使做了有风险啊。伤筋动骨啊！其实我现在开案也是这种，我在算一下呢，就是我一定会想到说，我做这东西之后，我跟别人的差异有多大。对，如果是对方也会跟上的话，那就要很小心了。但是会想玩的。但是你的设发题的话也是很好啊，都有跟你配合啊，没错，对不对？所以诚信是最重要的。没错。诚信就是讲啊，我答应你甲食，我无法度就无法度，对吧？卖讲骗，卖迄个私信就好啊。其实虽然咱生意做不了这个，没关系。OK 嘛。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目前就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思维，你站在制造商的角度思维是以前我的思维，我就是要做屌，要做不一样。对。现在我的思维有点变了。我假如说更加有差异化，能够把这东西包装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是品牌商嘛，我就可以干的啦，就这样子。以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不干，但是现在思维变了，我是站在最终的零售角度。我们公司有你的活动力业绩上无增加2-30%。就是可能也不太合，有可能也不太合适，有可能合适啊，因为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冲动型的，就是属于那种会闯，我有想法，在如果没有太多风险，我可以承担风险的情况下，我就会去试。我就会想办法去试这样。就你的时间、你的经验，把它让给所有客户知道。对啊。大家跟你一起成长。有时候真的也要聊啦，像我最近，我去年也是莫名其妙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制造商，IC 制造商做些手机投影的咪啊，投影到电视，我就感觉像我哥啊，你那个啥咪啊，就凶诶，20块、30块那边啊，我就去看嘛，就看完之后还是有不一样的思维哦，就是有时候还是不能够再看，也不能够自己躲起来，要去外面看看。后来那个东西变成我的主力。对啊，所以你看，我后来就自己做嘛。对啊，无心插柳。真的是有诚意的。对，跟我一样啊。因为后来发现说，他那个东西很好玩哦，他在 YT 上面，在 YouTube 上面哦，都没有一样，这个东西很成熟。可是我针对我那样的应用，就是竖屏全部投影那个东西，很少人在卖。因为但其实很奇怪。你既然可以投影到那边去，那只是把它那个 rotation 90度就解决了。没有啊，没有啊。对，我知道，市场上就没有。但是对有技术人员的人呢，他
它这个是很简单的。对，就是在机会就是很简单。哎，那些专业人员看不到这个市场，大概是这样。而且啊，那个 YT 上面的玩法不一样。哎，我就是那种疲劳轰炸，疲劳轰炸，就是你知道 YT 的演算法，它大概就是会推荐你比较新的东西，旧的它也会推荐你，除非这东西够产品够屌，它就一直推荐。如果大概2-3个月，大概15天就再拍一次，一直堆叠，一直堆叠，然后就堆叠出2、3、4、4、50片，然后 YT 一定会去随便去乱抓个推荐出来，就是我大概已经有研究过那个经验，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演算法，大概研究出它的调，你不能期待每一个影片都会中标啦，都会中奖。可是你一定要拍，你有拍才会中奖，没有拍一定不会中奖。他会给你推播嘛。所以我现在一般去 YT 查 Y 影片，什么手机嘛，什么 smartphone， 动动力，什么 Fortune Mode Mirror，大概全部都是我的。对，这是消费性的哦。消费性。也不算是真的很消费性，就是有点算是。那个公司行号要用到，比如说参展嘛，要干嘛？对啊，所以就是走出自己的特质啊，走出自己一条路啊。我是专门走视讯转来转去。对。你嘛是咧做为卡梅拉那边去做。我我的概念是因为你后边还是较后端嘛。我是差不多是你的前端一点点。但是你的前端还有更前端的，我的奢趴迪要合作嘛。对。那时候技术领域都不一样。对。技术领域都不一样。现在看起来今天检举卡没都是那个天下，但是CVBS 还可以玩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今我有感觉我看到这个市场。今CVBS 无你去找，我不是，嘛不是找无啦，也佫有啦。无好找。但是 CVBS 我跟你讲一个但书啦。你去找一个5 mini 大 M 的5 mini 单片，有无？无。你讲我听，5 mini 即摆若8 mini、9 mini， 阮公司基本要反而反道而行了。因为现在真的，我有在网络上查 CVBS 相关的一些设备，包含摄影机或者是截取装置或者是什么，真的都没有。你找得到的都是。什么大陆那种便宜的 Easy Cap 那种烂壳的，没有那种精致的，或者是你说摄影机根本没有，都跑到 UVC 去了。阮公司这个 CVBS 的卡梅拉也真济，1/10，1/13，1/12，1/8，7.5，1/6，5/1拢有啦。1/4啊！现在又开始流行，因为可能大陆那边不做这一块了，又在做 AV 了，又在做 CVBS 了。那它还是有它的特性在，还是有啊。那个有啊，那个很好玩。之前不是什么三洋那一个 IC 吗？对啊，那个我知道三洋那个。那个也是我刚创业的时候啊，有一个三重有一家厂商嘛，他就是要 copy 那个东西啊。copy， 他真的 copy 出来啊，有 copy 出来。问题是他找不到 IC 嘛。我那时候刚创业，我也就是很冲嘛，我就去大陆去网络上去找，还真的找到那一颗，但是那一卷 IC 啊，三洋那一卷，不是花呗后来你有买，我买2次还3次吧，你有买哇？我有卖给那个三重的，我拢卖完啊，三重已经我知啦，已经啦，卖公名，我知啦，就已经啦，后来已经来倒去啊。已经倒去啊，倒已经我唔知，我买已经我得了。反正就是刚开始很好玩，就是开始接触这些私域。不然咱就做一点嘛。那个不要紧啊，那个开起来不要紧啊，就是1斤那点。我迄点嘛卖无济，但是有市场嘛，有，还佫有人买。一年可能斗也卖100粒啊，卖100台啊，300台啊有啦。故事就是我唔拿，我刚才用迄点的时，一年即摆才有500台有啦。就是讲，我们那时候是用三洋那个就细片的，就是很小嘛，多大不知道多大。它 IC 多大？你还记得吗？3×5是不是？4.7×7嘛。对，很小。但是那个三洋已经停产了。后来就找我。停产三洋迄只较新店的款。新店。去找迄我的老东家，去开一个甲迄一模一样大小，搁细片。
啊，即摆就咧算安尼。即摆有吗 ？CVBS 吗？我知道，就是易经不是开个了吗？哎，就是取代3。我知啦，哎呀，迄个我知啦，迄个就是7115。哎，7115。哎呀，啊，就是那样。有什么？350大陆人也会询问那一科啊。啊，7115。7115啊。但715外口无啊。啊，外口无啊。他问我啊，我早期部落格有写啊，他问我啊，对啊。但是迄个无啊，迄个是咱独有的呢。对。迄个无呢。对啊，就无啊，我讲无了，无买啊。哎呀，就反正那个应该还可以，我觉得那个 CVBS 搞不好还可以再玩一阵子。我即摆要创新啦。要不要创新？无创新就是我即摆咧想的尔，想本来是要有淡薄仔创意嘛，就想都讲都无一定要做，啊想嘛无一定要做，啊就哪想哪做，对无？啊我即句话，即句话送你对吧？讲无一定要做啦，哎，啊哪想哪做。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那个 CVBS 是怎么供电的？CVBS 对啊，怎么供电？你这个前端要供电源给他。哦，电源啊！哦，懂你意思了，懂你意思了，我懂你在问什么了。你这是在 ISP 的前端，要怎么供给他？对啊，你的摄影机是 AP 端子的摄影机嘛？你要怎么供电？这个 idea 是也跟 MIPI 有关系的，跟 MIPI 有关系的。那我想法是说，如果你把你目前既有的 UVC 的 endoscope 对吧，然后接一个后面有个小板子对吧？我转 CVBS 出来。我给你整较紧啊！我给你整较紧啊！宽度是6的话可以的。对。长度就是板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对，就6×15你做得出来？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你如果这边要6嘛，对不对？对。这边15嘛。对。以内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猛看嘛，做得出来。看我多无？你单纯就是 CVBS 嘛，对不？对啊。我即摆就是想讲，我管你头前是嘛，你出来就 UVC 好，我甲你转 CVBS 安尼啦。对啦。对啊，啊你讲迄板子，你才65嘛，对不对？65。对啊，啊我想办法安尼弄嘛，想办法问看嘛。你这个若做会出来的时，我的想法迄个我嘛免做。开机10秒钟诶，开机6秒、8秒就可以搞定了。对啊。还要开机哦。那个是 SOC 在里面啊，不可能插上去马上就能用的嘛。我的理想是插上去马上可以用。不可能的。我了。大概也要6秒钟吧。插针的应该不用。要 UVC 要还是要6秒？我的想法不用。我就是没有latency，反正整个架构很简单。就是 camera 进来，经过这个转换卡，出去就是 CVBS。对。那这个转换卡的话，把它定义成6×15。对。这样就好了。而且但是不能 latency 不是它那个不是 latency， 不能开机6秒。instant。马上。这是想法。不行，那个不行，那个是最快也要，目前最快也要。我还没有实现，目前就把它当成闲聊聊。了解。那目前是有架构，进来以后，马上转成 CVBS。因为我会这样讲，是我们这边弄得出来的 UVC 的相容度非常高，因为神话久了，我神我当了呢，5年了呢，很多问题都会遇到。但是因为我较 care 是你那个转板若无够细，根本就市场价值。对啊，所以我知你的调就是要小嘛。对。但是功能就是很简单嘛，6×15安尼嘛，对不？我问看嘛，你有没有想过你公司这边上市去？这个太难了，这个我们这种，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你前半段都在玩，感觉希望嘛。对。但是我觉得你要上市，你知道为什么吗？一种体验，人生体验。上市最低门槛的条件是要营业额多少？以前好像有这样不是吗？不用担心那个啦，那个对你来讲是 piece of cake， 好不好？真的哦。那个都是丢给专业人去弄。我也是真的有在想。我觉得你要上市。有稍微在想。我真的觉得你要上市。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个人来讲的话，你看这样一种安尼胜的。你就要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啊，一种冒险啊。对。你才有专业的经理人进来。但是专业的经理人，我觉得不好找，或者是找到的话，我们也负担会有压力的。就
就是有很多种玩法啦。但是至少说哦，这个是一种人生就是个经验嘛，好玩的经验。我是站在好玩的角度去看。我嘛有在想啦，因为这个公司要服务很多客人啊，还是要持续嘛，还是要持续服务嘛。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上很多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上市，假设真的上市的话这个东西你的股价不是只有100块200块，是千元以上的。那当然是股票是讲财务那一块啊，但是重点是说那个精神是台湾的唯一一家，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跟因为我都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啊，我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跟我们同类型的公司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啊，还是有啦，只是说，他没有像你那么灵活。对对对，灵活的意思是说，比较灵活。灵活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个开案不会那么啰里吧嗦的，对，就是要灵活。对，我就觉得是就是东西先出来 ，prototype 先出来，客人认同了，达到他的目的了，再来讲优化嘛。对不对？一开始开案就结结巴巴，还是说门槛很高，我谈很久，谈很深，谈很细，哇，时间都被开会弄掉。你以后你这家公司，因为你现在有旧的在那边嘛，那间是在建一路是不是？建6路。那旧的呢？旧的，建6路啊。建6路这边是建几路？建8啊。建8，我这边都搞不清楚。我在你去啊，要几8？你这个是建8路啊？要建8路那你那边会那个吗？会关掉吗？还是就是全部变这边吗？还是怎样？当然是想全部把它搬过来啊。可是你很多设备怎么办？就搬啊。你不是只有那一间而已？没有啦，这里有4间，4间都你的。对。一起啦。都要搬过来。当然搬过来，你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然后量又不大，要不然就可以分1场2场。但是大量的了解。都大陆都干。你跟是家租还是你的？已经古威家己啊。你卖掉嘛？那个地点还不错。还不错应该是把它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真的要上市啊！来加看有机会我觉得要上市。那这要有人介绍那个。这个不用啦，你只要有一个专门委托上市的那个承销商，会帮你搞定一切。真的。真的，只要出一张嘴就好。真的。然后你要跟他讲说分个多少趴给他，就是股份多。无接受的，迄种人要多少做？足济啊，我朋友足济迄种。有影吗？对啊。你有介绍来啉咖啡的呢？伤欢的啦。我觉得可以上市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体质真的是比台湾很多那种垃圾公司好太多。垃圾公司可以上市了，你对啊。咱是按部就班嘛。对啊。要稳健的步伐。有一种方法是说，你先不要一起上市，你可以上柜，还有什么新柜。对。先从新柜开始玩也可以。我听得头壳拢痛。它就是一个集中。ROS 啦、ISO 啦、13485啦，我听个头壳拢清起哩。我就一人要甲买物件，拢讲你有没有13485？有没有 ISO？我说我没有呢，但是你看我尽量做 paperwork 给你那你可以买的话就买。就我说我没有，他还是买啊。只是说我们还要努力的，不是说，但是有时候就是环境、时间、人脸的问题。我是希望是下次看到你就是上市这样。希望。要不然就是聊太久了，我们就先跟大家说结束了，拜拜，拜拜，再见。